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阿 K 的频道。这里是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。今天要去的是被誉为人间瑶池的黄龙景区，它距离九寨沟约120公里。近期去九寨沟的时候还是晴天，今天这边就开始下雪了。下雪天不知道里面的景色如何。这里是黄龙景区步道的出入口，因为景区较大，全程徒步的话有点困难，所以选择索道上山，徒步下山。现在需要乘坐免费的摆渡车前往索道检票处。都可通行，请分两边走，两边都可通行。景区门票是170元，索道票是80元。门票不便宜，希望今天的景色能值回票价吧。开始爬山了。景区最高海拔有3500米左右。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说会遇到高反的情况，虽然内心有点担心，但解锁新景点的好奇心已经掩盖了焦虑。到站了。由于从这里到核心景点还有一段距离，可选择观光车或步行的方式前往，但观光车票需要在官网上提前购买。我没有买到车票，就只能从这里开始步行前往了。俗话说，风景美不美，全靠两条腿。带大家一起欣赏一下沿途景色吧。这些游客已经开始享受雪景了。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没下雪，这应该是今年看到的第一场雪吧。到达第一个观景平台，远处白茫茫的，什么也看不见呀。但这些游客都在拍照。会有什么好看的呢？再往前走一点，还以为能看到山下的景色呢。不过对于很少看到雪景的我来说，真的好美呀。从旁边的步道进入森林，看到很多人的包里都有准备氧气瓶。这里海拔3000米左右，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的。直到看到了这棵树，密集恐惧症。这是啄木鸟的杰作吗？步道上的积雪踩上去还有点滑，慢慢走吧。在树洞里摆拍洋娃娃，好有创意。歪头小雪人，介绍黄龙的森林。但这个季节，大部分植物都被雪盖住了。到达蒸堰池观景台，旁边的下行步道可以通往蒸堰池景点。隐隐约约能看到一部分，
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个问题留到待会儿再揭晓吧。先去看最漂亮的五彩池，这样的话路线也更合理。指示牌提示还有几百米。观光车就是走上面这条路，因为景区观光车是充电的，没办法一直运行，所以每天车票是限量的。如果担心在高海拔行走比较困难，一定记得提前购买。这个位置拍照好看吗？能看到对面的山了。下面有一些像寺庙的建筑。指示牌上写的距离不太可信啊！我都走好久了，还没到。看到很多人从上面走下来，这个位置应该是观光车的下车点，但还要继续往前走。终于从这里开始就可以看到核心的景观了。黄龙景区以独特的岩溶钙化景观而闻名。在这种坡度较缓、水流分散的区域，水流在坡面上形成薄层的钙化沉积。眼前看到的这种就是钙化滩。旁边的大姐在吸氧和休息。这里海拔有3400米左右了。除了钙化池，雪山也是黄龙的主要景观之一。这里的应该也是钙化滩吧，或者是钙化瀑布呢？后面就是岷山山脉的最高峰，常年积雪的雪宝顶。已经很期待五彩池的出现了。这是有600多年历史的黄龙古寺，寺门上方的牌匾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字。从这个角度看到的是山空水碧。正面看到的是黄龙古寺。这个角度是飞阁流丹。五彩池就在古寺的背后。去到上面的观景台。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讲述五彩池的文章，大家都来和这个巨型课本模型合照。还要往上走才是最佳观赏位置。这里已经接近景区海拔最高点了。沿着阶梯往上走，有吃力的感觉了。介绍说五彩池海拔3576米，那我所在的位置还要高一些。朋友们，在大雪中走了1个多小时，我终于看到了五彩池，分享给大家，一起来欣赏吧。
五彩池是世界上面积最大、最精美的露天钙化彩池群之一。池子从上到下呈现出由深到浅的渐变色，我觉得浅色部分更好看，深色部分看上去有种脏脏的感觉。我也来玩玩雪。咦，感觉摸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哈哈哈，开个玩笑，是我提前埋进去的。可乐冰一下更好喝。海拔高，天气这么冷，居然还有小鸟。在这里能找到吃的吗？不过看它这么活泼的样子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雪又下大了。下面的平台应该是最近距离观赏的地方了。这个角度，深色的部分其实也挺好看的。不同角度色彩不一样，果然是五彩池呢。黄色这边感觉是有藻类，好神奇啊！这么近的距离就有这么多变化。沿着步道近距离欣赏，这个建筑应该也是寺庙的一部分吧。可以看到水流缓缓地流过钙化的浅滩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钙质也在不断地累积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池子还在不断地长高吧。1000年后的人来这里，会不会看到更壮观的景色呢？不过，据多年前来过的朋友说，现在的景色已经不如景区才开放的时候了。太多的游客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太大了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远处的边石坝，就是钙化沉淀形成的堤岸。这是围住彩池的关键结构，一般呈新月状或梳状。伴着大雪飘来一片雾气，马上就要盖过古寺了，又多了一分神秘感。看完最美的五彩池，核心景区的游览其实才刚刚开始。迎着大雪，沿着步道往山下走，遇到一位寺院的僧人。这棵松树的色彩吸引了很多人拍照。一般的松树都不会变色吧？旁边的情侣还在因为这个问题争论。不过树下有牌子写着，这就是松树。半山腰的位置能看到有2条路，上面的是观光车道，下面的就是刚才走过的步道。山上的小店卖的东西都是这样背上来的吗？
前面不远就到蒸雁池了。距离出口还有2900米。从蒸雁池开始，一路走到山脚，都能看到很多彩池，就不一一介绍了，请大家慢慢欣赏吧。尊敬的游客们，近日黄龙景区天气多变，地面。尊敬的游客们，近日黄龙景区天气多变，地面可能结冰湿滑，请等时请小心慢行，注意防滑安全。请您避开结冰严重的地方，尽量走到与轻雨或有防滑措施的区域。同时，请关注景区的防滑指示标识，方便人们追溯下。请注意人之间相互扶持，照顾好老人。维护每位游客的安全。黄龙景区拥有大片原始森林，护林导索提供这一路径，禁止游客到古文进山与景区的城区进行间，请各位游客注意遵守安全措施。这叫做。
步行下山就从这个出入口出来了。大家觉得黄龙的景色漂亮吗？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亲自来感受一下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